首先我们调一个画花苞的颜色，我们用3绿。3绿藤黄。来，我们用这是画嫩叶、嫩枝干、嫩叶的这支笔。好，我们把这个3绿藤黄调和，3绿加藤黄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，调点珠标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我们来画这个花苞啊，从小到大这个花苞。那花苞最小的时候，它这个花还看不到的时候，它完全包起来了，一笔，把这个颜色放上来，然后在这里再来一笔，2笔。再离开一点，3笔，你可以在这里再加一点啊，加一点，3笔，这样子就是一个花苞了。然后你画一个枝干啊，再调点颜色，来画一下它的这个花萼，就是它的一个飘带。来，从这里轻轻的下笔按下去，再慢慢的带一点点动作啊。带点动作，这里有一个穿插，你看这个飘带带一点动作，它特别好看啊。好，这个一个花苞，这个就是一个什么？还没有看不到这个里面的花心儿的花苞，看不到里面的这个花的花苞，它还包起来了。那我们调色是，你笔上要蘸一点水之后，去调这个藤黄3绿。笔上蘸点水之后去调这个藤黄3绿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调一点这个胭脂，调一点胭脂，然后来，我们先来一笔扭一下哈，带一点尖，然后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一个肚子出来啊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笔，往这边来一笔。然后这一笔我们可以离远一点，稍微的离开一点，不要3笔都在一起。哎，这个画歪了，画歪了没事的，你可以再加哈，两边你可以再加，然后它这边你可以在后面再加一点，后面再加一点这种尖。来，你再画一个枝干，再画一下这个小飘带，按下去，带一点动作啊。带一点动作，好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还没有开的这个花苞，没有开的花苞。那我们再画一个小一点的花苞，画一个露出一点点花的花苞啊。还是一样，这个先蘸这个3绿藤黄珠标胭脂。那这个有一点开放，这个花苞我们这样子画矮一点哈，不要画那么高了。来，这里一个，然后这里再一个勾，这边再来一个，3个要不同哈。你看这个矮一点，这个就高一点，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太一样了。然后我们画一个枝干，画一下它的下面的这个飘带。啊，画一个飘带，然后我们再画一下它的一个花苞，用我们刚刚示范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来画。它这个花苞刚开始像一个桃子一样的，你就画一个桃子一样的就可以了。
你就把它画成一个桃子一样的就可以了。那就这样子就是一个小花苞了。后面这样子就是一个小花苞，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花苞，再让它长大一点点的花苞，好不好？再长大一点的花苞，再稍微的开一点点口的花苞，这个是完全包起来的。我们再画一个开一点点口的花苞，那我们尖按下去，重重的按下去，哎，这样子可以弯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动作。哎，这边再来一笔，这边再来一笔，这上面然后再来一笔。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，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再伸出来一点点，这个花瓣感觉让它长出来一点点的这种感觉，有一点点长出来这种感觉哈。好，就伸出来一点点了，就长出来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补上它的这个花托什么的，三绿藤黄、珠标、胭脂。这里来一个钩，这里来一个，好，这里来一个，把它包起来，来画一个枝干，画一下它的这个花托。好，这个花苞又是一个花苞，它稍微的长出来一点花苞。你这个每一个这个花托都要有一些变化，不要太一样的，不要一样的，就是要有一些变化。这个是第二个花苞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个花苞啊，再来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苞，来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调色啊，画这个花苞。来，我们画一个这个半开的花苞。刚刚那个花苞已经开了一点点，我们要让它再开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画一个正面的一个，先画一个正面的一个侧面的吧。来，我们先这个花苞的话要包起来，来画一个反半，按下去。来，既然是这个花苞的话，我们要包起来，这个上面过来包起来，笔尖再蘸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花苞，四周我们先画出四周的这个反半。好，先把这个四周的这个包起来的这个花瓣先画出来。好，慢慢包，然后这些是花瓣的这个叠加，然后要画着这个侧面的花瓣。好，这个让它包起来，包起来还有一些这种侧面的。层次有小的，这里再来一个包起来的小的，让它包起来。其实这个不要画太多了，再画多它就很大了。然后这个缺口，我们让这个花瓣伸出去，让它有一点点正半露出来了。这里它有一点正半从这里露出来。
好，来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正半补上。像这个缺口里面，我们要补一点点深色的，补一点深色的。好，里面这个花瓣，把外面的这个展出来的花瓣先画一些。总有几个花瓣它不是包起来的，它会伸出来的。你看这个反瓣在外面，那我们把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。哎，这里面还有一个，让它层次再多一个哈，这里来一个，然后这里再包一个，包过来，然后这边再长出来一个，让这边这个花瓣也出来。大一点，好，让这个花瓣跳出来，那这里你如果觉得少了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包起来，再包一个，因为你发现这个花你画太扁了，你可以再加一下，把它稍微的圆一点。这里面也要加一点点这个正版啊，一点点露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把中间这个地方中间的包起来，中间调色也是一样的调匀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大红均匀的调一层啊，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牡丹红，本来是曙红，搞错了。然后笔尖蘸胭脂，中间这一层的颜色会深一些，我们要一层一层的，要有一层大一层小。不要直接这样子一层层一圈圈的直接画过来，那样子就不好看。那有大有小，这个画一样的让它有大有小。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把这个颜色，把这个中心补齐它。因为这个花苞它是包起来的，我们露不出它的花心也是，你要是画花心的时候就点几个点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些这些空我们就用最深的胭脂直接填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包起来的花苞，这个一个正面的包起来的一个花苞。这里我们要画花心的话就点几颗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正面的我们就基本上看不到它的一个背面的那个花托啊，我们画一个它的一个枝干出来。那么它这里会你在旁边可以露出一点点它这个小花托，这是个飘带啊。就是我们看不到，你不要在这里又像刚刚一样画一个花托，那就很奇怪了，明白吗？那就很奇怪，因为它的花托在这个花心后面，在这里。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我们就不要画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花萼画几个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正面的花苞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假如说我们要在这里画叶子，我们就从这里长叶子，从这些两边的地方长叶子。想要看把这个叶子也画出来嘛？好，这个是
它的一个小嫩叶，嫩叶我们就画3组，不用画大组合，大组合是3叉9点9片叶子。来，我们再来画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就是一片叶子。然后这里再来一片，一边大一边小。好，这里来一个侧面的叶子。好，3片叶子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胭脂，直接用这个胭脂来勾一下这个叶茎。太干了。这就是一个花苞，一个正面的花苞。来，再画一个侧面一点的花苞嘛，朝上的啊，画一个朝上的花苞。来，先画这个底下的这个背面的这个反半先画了，然后也一样的让它包起来，再画一些花苞啊，一样的，这个花苞既然是花苞，那就要包起来了。来画这个小侧瓣，花瓣的这个层次，小的层次，调颜色，调一点颜色，然后再继续加一点这个胭脂。来，把这个胭脂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包起来啊！这个花苞我们既然是花苞，那么就要包起来，包起来。笔尖蘸一点深色。一层层的包起来。来，我们偶尔也要跳出一个花瓣来，让它掉下来一个。这底下我们可以再包一个。好，我把这节包起来，这节把它包上。露出一点点这个反瓣的地方，我们来补上这个正瓣，颜色深一点，太浅了。笔尖要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啊。笔尖我们要蘸一点胭脂，让这个笔尖的颜色最深。补充这个正瓣。来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补长一点，哎，颜色太浅了，补大一点。补的太齐了哈，补太齐了，我们这里让它高一点，让它包过来。其实你们补的时候不要补的太齐了，太齐了不好看，我们要有一点高低，有长有短的这种花瓣。
那这里是一样，有一个小的包起来。下面这个花瓣，让它跳出来，来把中间这里把它补齐。因为我们没有拿这个实物，我们有的时候画，这个笔尖的胭脂还没有蘸到，笔尖一定要有最深的，你才画出了这个颜色的不同，这个颜色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中间用最深的这个胭脂，有些地方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朝上的一个花苞，朝上的一个花苞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补上，加上它的一个小花托。画一下它的一个小花托。画上这个飘带，让它有一点穿插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来一个。好了，这一个花苞，还要看画花苞吗？那我们找到这一个图片，我们来按这个图片来画一个，好不好？按这个图片来画一个。好，我们照这个看着这个图片再来画一个，好吧？这个笔上要沾底色的，这底色都沉淀了，我们把它调一下，底色会沉淀把它调一下。这个笔上有红的，把它底色变成这样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变成什么样的都可以用，就行了。先调一点藤黄，让它颜色变一点，不要全部都是红色。示范的时候不管用什么颜色都可以，你们不用说一定要看到我用什么颜色，你们就要用什么颜色，不一定的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大红均匀调一层，再比到1/2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深色，可以用一点曙红，用曙红，这个大红配曙红才好看。因为我刚刚弄错了，弄的这个牡丹红，大红跟牡丹红在一起，它配起来没那么好看，还是用点曙红。然后我们笔尖蘸一点点曙红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。我们再来画一个花苞啊，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图片这个花苞来画。那我们先画它的这个伸出来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大一点，画大一点。好，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大红、曙红，再补一笔，然后这里再来一个花瓣，从这里再叠加，这个花瓣再叠加。叠加的时候我们要一笔一笔的来，不要一笔下去啊，一笔一笔的来，这样子画一笔点一笔，这样子它这个花瓣会显得有这个缺口，会更加好看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笔，补一笔，让这个花瓣大一点。好，笔尖再补一点深色，我们来这个花瓣再来叠加。叠加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层可以让它窄一点，不要全部都是一样的，一样厚。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，这里来一个侧面的花瓣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色，然后笔尖来一点曙红，这里来一个包起来的这个侧瓣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再来一层
来笔尖再补充深色，画一些这种反瓣、小的侧瓣，因为这个。那上面也是一样哈，上面也是一样，要包起来。来包起来，你看这个花苞它就是要这样子包起来。好，我们来补充了一点水分。颜色调不艳，你看颜色调不艳，就是你颜色调的不鲜艳，你就是这个大红和这个曙红多调一点。颜色不艳，就是因为胭脂多了，明白吗？胭脂多了，颜色就不艳。你把大红，你看你调多一点，你想颜色艳哈，把大红这样子把它调出来，调到笔肚上，调多一点。如果大红这种前面的颜色少了，你的颜色就不鲜艳，明白吗？然后你再去调这个曙红，然后你调胭脂的时候蘸一点点，你看一下这个颜色艳不艳？那我们来画，看一下这个颜色艳不艳？笔尖再蘸一点曙红，那颜色鲜不鲜艳？这样子颜色就鲜艳了。如果说你胭脂多了，如果说你的胭脂多了，其他颜色少了，它就灰，就有点灰。你要把前面的颜色占多，然后胭脂占少，这样子颜色才会好看。那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个花瓣。补充一个花瓣之后，这个花苞就可以了。觉得不够的话，这个花苞，我今天画的这个颜色也不鲜艳，那这里再加一个，就是你感觉它这个形状不好看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再继续加，那加上去，它这个颜色，它这个形状才会好一点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中心的地方用这个胭脂，用最深的胭脂画完，新的地方用胭脂。好，这里又是一个花苞，这个花苞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反瓣我们可以露出一点点这个正瓣啊，好，露出一点点，让它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不用说露出太多，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怎么样的形状就看你自己画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花苞，这个今天我用的这个颜色也不好看呀，也不鲜艳。鲜艳你就假如说你这个大红你加一点藤黄，它就会很鲜艳。那我们画上它的花托，三绿加藤黄加这个珠标加这个胭脂。
它这个下面有的时候会这个花托这个叶子会比较大，蘸点胭脂啊。又是一个花苞。来，我们再来一张纸，再来一张纸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苞啊。那再画一个花苞，还是一样，我们想要颜色鲜艳，我们就是把笔里面的颜色调饱满一些，就是大红。你的笔里面不要有胭脂，就是你调完胭脂之后，这个笔里面如果有胭脂，你把它洗一下。如果有胭脂的话，你要把它洗一下，然后你调一点底色啊，可以调一点底色。底色你可以稀一点，你不想太干的时候，这个底色已经被空调吹干了，我加点水。这个底色里面，因为笔没有洗，所以把它弄成了一个红色的，所以不好看。来，把这个大红，你画这个大红的时候可以不调底色也行，把它调深一点。先把这个大红多调一点，调一层在笔肚上，然后你再去调这个曙红，然后再调曙红，再去调一点点胭脂，这样子的颜色，这样颜色它就会比较鲜艳了。我们再画一个，看一下，画一个再大一点的啊。那我们首先还是画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，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大花瓣。然后还是要画的时候，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包起来的这种姿态，拉高一点。这个花苞侧瓣啊，你看这个侧瓣画的不好看，为什么不好看？这三个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一样长，不好看。那我们把它改一下。来，我们继续包。那我们这个花瓣就是，既然是个花苞，我们把这个框子先框起来，框起来就知道我们要画多大了。那有一些小的，在上面这种侧瓣就是看着窄窄的，看得很窄一点点的。那下面就不一样了，下面我们画的时候可以先把框起来，你这样子就知道你这个形状，就以免你把这个形状给画偏了。好，我们再往上面叠加层次，叠加层次的时候我们要有大小，加颜色啊，补充颜色。笔尖还不够深，笔尖要有一点深色。笔尖再补充一点。好，我们这里再来一层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就是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大红里面加了一点藤黄。好，我们这里加层次，一层一层的。那花瓣要有大有小，里面让这个细节，我们要注意这种细节啊。那这里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，这样子包过来。
那我们把中间把这些反半画了反半的地方都去补充这个正半啊。来补充这个正半。哎，笔尖没有胭脂。笔尖总要沾一点深色的，这样子这个颜色它才会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样子它就包起来了。然后中心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中心的地方都补上，加颜色。颜色每一次颜色我们都要调均匀。好，这个是最深的地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苞的这个外形，把这些白的这些里面也有正半，也要补充一下，这样子层次才会更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一些白，有一些花瓣，让它出来，让它伸出来一点，不能全部整个包起来。我们在笔上干了，我们用这个笔肚来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加一点点，这里加一个反半，加一个正半，我说错了。跳出来这个花瓣怎么办？不能说完全让它包出来，那我们在后面加一个大花瓣，来笔尖要有一点深色的。我们笔要有一点动作，有一点这种提按的这种动作，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，笔要扭动一下，让这个花瓣不要太规则了，知道吧？为什么我的笔在那里动？就是让这个花瓣它不要长得太圆了，就是为了让花瓣有变化，有这种边缘。你看这种边缘不规则这种变化，避免这个花瓣太圆。好，一笔下去，这个笔上就没有颜色了，就已经干的不行了。那我们要加一点底色。那这样子看起来它又是一个长方形的，是吧？长方形其实这样子也可以，你加上这个花头它也行，你在这上面再加一个花瓣也行，就看你自己想加就加，不想加就这样子也可以，它也是成立的。这个花苞它也是成立的。那你再想加的话，你就在这上面再加一个，这里再加一个啊。让它在这个层次的上面，笔尖要有一点深色啊，不然这两层看不出来。画的时候，这个笔一样的要有这种缺口，回一下笔，好像这样子也可以了。当然，我们把这个边缘，有这个缺口更深一点更好一点，尽量不要画太圆了。我这个就有一点圆，你如果觉得有点圆，你可以处理一下，把这个中间这个地方让它长一点，打破它的这个圆，来这里再长一点出来，就不要让它那么圆。
就尽量你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让它太圆了。好，这样子又是一个花苞，哎，这边也可以回一下笔。这又是一个花苞，那我们也一样加上它的一个花托。这个花苞好不好看？那我们这里长一个这个枝干出来，这一样来一些这个飘带花托。就画这么多花托就可以了。我们加几组叶子啊，太干了笔，给大家加一下叶子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加一下叶子。笔很干啊，我们这里加3组叶子，这里就1组小的，这里就3组。好，我们这个嫩叶还是用这个3绿。来笔尖蘸这个胭脂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是一片叶子。2片。这个一个小的组合，3片叶子。那我们这个组合，我们画一个3叉9顶的，画一个大组合。画大组合，我们来调一样的哈，用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珠标，然后蘸胭脂。我们把它画稍微有一点侧面的。先画这一组吧，这一组让它翻展过来这种感觉。好，有一点这种感觉。好，再画这一组，这一组也是一样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然后画这个下面这一片，这边还有一片侧面的。这个是2组，那下面还有一组啊，下面还有一组，我们下面这一组再大一点，这个叶子再大一点，这个叶子越来越大。好，这个下面还有一组叶子啊。可以画尖一点啊，这个可以尖一点，不要每一个叶子都是圆的，我们可以尖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就是一片叶子。这个就是一组了，3叉9顶的一组叶子。我们勾一下叶筋啊，用这个支勾叶筋的笔来勾一下叶筋，用这个胭脂，我们这个嫩叶子就用这个胭脂来勾。
不要勾太多，一片叶子上勾个2、3笔就可以了。用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小花苞，这又是一个小花苞完成。